老婆，慢点。老公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公司里的人没为难你吧？没有的事，我可是你苏清源的老公，谁敢为难我？对了，龙大地产的合同呢，今年会签，到时候你去负责对接一下。好。微微，一会儿呢，你把这张卡给机长，让他保养一下飞机。哎，老婆，对接合同和保养飞机这些小事，交给我来办就行了。什么事都让你操心，你得多辛苦啊！我要向世人证明，我姜子昂配得上你苏清源老公这个身份。苏总，华泰地产发来的300亿合同。还有，我们对接的3家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已经在集团的办公室等您了。您看，走。对了，老公，妈最近的情况不太好，你最近多留意些啊。放心吧，妈由我来照顾，不会有事的。走了。哇塞，老公，这就是你买的飞机吗？这要是让我闺蜜看到，她们得羡慕死我。他们当然得羡慕了，谁让你老公可是苏氏集团的总裁姜子昂呢？那，老公，那我的生日能不能在这里举办呀？哦，那块木头这几天都忙着签约应酬，应该没时间关注这架飞机吧？当然可以了，还有专属于你的生日礼物，欧洲定制款，520万，明白什么意思吧？老公，我也爱你啊！苏清源有那么多，少一个根本发现不了。老公，你等一下，我也有惊喜要送给你。亲爱的，想来点刺激的吗？圆圆，你男人最近这消费记录也太夸张了，这么多，都快超过9位数了，你也不管管啊？他好歹也是公司的副总，开销大点很正常。再说了，这给心爱的男人花点钱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种小事啊，以后就不用关注了。圆圆，你婆婆病情突然恶化，医生建议立刻送往滨海去做移植手术，完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通知医院，把人送到机场。另外让机长做好准备，我们随时起飞。好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。奇怪了，他在干什么呀？看到没有，这个可是我老公新给我买的包，漂亮吧？要死啊你！碰坏了我的包，你赔得起吗？明明是你。算了，微微，救人要紧，走。这个人有点眼熟，还有他身上的包，怎么像是我在欧洲的定制款？微微，让机长再快一点，我们赶时间。好。哇，真好看，好漂亮！苏清源，苏清源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说刚才怎么这么眼熟？原来真的是你，真扫兴！上班那会儿最烦的就是你。今天我生日，没人邀请你，谁允许你上我的飞机了？该不会是今天派对上的服务员吧？你的飞机？当然了，这个呀，可是我老公新给我买的飞机，价值2个亿呢，羡慕吧？你少开玩笑，这是我们苏总的飞机。就他还苏总，拿什么买啊？榨干那个包养他的干爹吗？唐芊芊，我懒得跟你费嘴皮子，这是我的飞机，我着急救人，请你马上下去。苏清远，你装什么装呀？这片区域只有我老公这一架私人飞机。我看啊，他是算准了，今天是芊芊生日，所以啊，故意弄个死人来恶心大家。苏清远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连我们芊芊的老公都敢得罪。她老公？她老公谁啊？说出来啊，他吓死你！芊芊老公可是苏氏集团的总裁，身价100亿，这样的男人，你们投胎10次估计都遇不到。你说的苏氏集团总裁，不会是姜子昂？没错，你也姓苏，恐怕也知道苏氏集团的分量到底有多大。想巴结我老公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想巴结我的话，那也要看我心情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姜子昂是你老公？羡慕吧？这样的男人，你可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哦。我要向世人证明，我姜子昂配得上你苏清源老公的身份。你就闭嘴吧，我们圆圆不需要巴结那样的男人。苏总，病人情况很不乐观，如果再耽搁下去的话，我怕会出意外。圆圆，要不然我们还上姜子昂。唐芊芊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有这张卡的人，才代表是这个飞机的主人。我着急救人，请你现在马上下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苏清远，你胆子还挺大的呀你，连这张卡都敢伪造是吧？啊，你！哎呀，干什么呀你们？装不下去了就勉强是吧？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苏清远，你呢？要是想抱我的大腿，就直说。看在以前同事一场的份上，我呢可以带你见见世面哦。哎，老婆，对接合同和保养飞机这些小事，交给我来办就行。挺识货呀，这包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哎呀，别猜了，这个呀，可是我们江总花了520万从欧洲带来的限量版，也是送给我们芊芊的生日礼物。哎呀，靠干爹养大的大小姐，哪缺得了这些？不过500多万，估计呀，那个干爹也舍不得吧。卡是真的，包是真的，姜子，这就是你说的配得上我？圆圆，姜子昂他就是个王八蛋，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东西。苏总，病人各个器官都有衰竭的迹象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婆婆真心对我，我必须救她。至于这对狗男女，我会慢慢收拾。唐芊芊，我现在着急救人，你要么现在下去，要么等机长来了把你扔下去。机长，芊芊，他认识机长，难不成这飞机真是他的？苏清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凭什么支持机长啊？我老公可是这架飞机的主人。芊芊，要不打电话给江总？是啊，反正江总一会儿也要来参加你的生日宴，到时候狠狠打他们的脸。打就打，苏清源，我看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怎么了，宝贝？生日宴顺利吗？老公，这里有个以前的同事，嫉妒我有这么好的飞机，硬要死皮赖脸的凑上来。哎呀，你赶紧来吧！你再不来了，他都要激动的打我了。谁的胆子这么大？你没和他提我名字吗？我当然提了，不过看他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估计不知道老公你的厉害。还说什么等机长来了要把我们都扔出去呢。
把电话给他们，我来说。我老公要亲自跟你们聊聊。姜子昂，居然真的是你！姜子昂，我在电话里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要是男人就滚过来当面对质。你是谁啊？敢跟我这么说话？等你来了就知道我们是谁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贱人，你们还挺有胆气是吧？你们知道得罪了我的老公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就凭他一个扶不上墙的烂货！我要撕烂你的嘴！哎呀，脏死了！你们赶紧把那个死老太婆给我扔出去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是要挑日子吗？芊芊，芊芊，不是办生日宴吗？怎么乱七八糟的？苏清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们两个来的正好，赶紧把这两个给我押起来！愣着干什么呀？这可是我老公姜子昂的地盘，要是让他知道你们不帮我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你这个贱人，你不是挺会骂的吗？接着骂呀！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当初在一个公司实习，让你懂点规矩，甩脸子给谁看呢？唐芊芊，你疯了！她是苏振东的女儿，苏氏集团的总裁。她要是首富的女儿，那我就是首富他妈。你这张狐狸脸长得倒是挺不错的，当初抢了那么多男人，一定很自豪吧？那你还真是可怜，连男人都需要靠抢，而我不稀罕。今天就撕烂你的嘴，看你还敢不敢嚣张！我住手！放开苏总，快来不及了！机长，马上起飞。明白。我看你们是敢动！我老公姜子昂才是这架飞机的主人，他才是你的老板。依据航空条例，一切以紧急救援为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跟苏清源是一伙的，你们俩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？唐芊芊，你知不知道那床上躺的是谁啊？姜子昂要是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会狠狠的给你2巴掌。吓唬谁呢？我管他是谁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是姜子昂的亲妈。你放屁！我老公苏氏集团的总裁，会有那样穷酸样的妈？我看啊，那是你妈妈还差不多。清源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清源，和子昂离婚，他配不上你。妈，我这就给子昂打电话啊，上飞机起飞。您放心，没事的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苏总，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了。苏清源，到现在还在这装呢？我劝你啊，早点求我，我还可能考虑考虑，帮帮你。圆圆，唐芊芊，我这辈子不会向任何人低头，但如果我今天非要告诉你，她是姜子昂的亲妈，你敢赌吗？装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给我等着！老公，哎，宝贝，我快到飞机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狗男人，
不接你电话接小三电话。我那个同事的妈快死在飞机上了，还非得说是你的亲妈。你看要不要可怜可怜他们，送他们去滨海啊？我妈？我妈好着呢，一群不知死活的。我在赶下飞机，别耽误了你的生日宴。听到了吧？少在这里跟我讹人，赶紧把那个老太婆给我抬出去，耽误我的生日宴，我要你们好看！一对狗男女，真不要脸！我的飞机还轮不到别人来做主。机长，直接冲进去！苏清源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也休想抢走！唐倩倩，你疯了！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怕了？你们不是说这架飞机是苏清源的吗？我现在毁了它，我看到最后谁更慌。唐芊芊，你确定江子昂会为你承担一切损失？对你们这些穷逼来说，2个亿可能是天价，但是对于我老公来说，这算个屁！唐倩倩，你现在让江子昂拿出2个亿给你买一架新飞机，他要是买得了，我跪下给你磕头。这是你说的，老公，你都听到了吗？一架飞机而已，哪有宝贝你重要啊？我打个电话，我先联系一下财务。2个亿，苏清源那么爱我，一定不会在意这点小钱的。听到了没有？你给我跪下！那你还是高兴的太早。喂，老婆，我这里资金出了点问题，你先转我2个亿好不好？挺急的。我的钱都用来垫资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的飞机保养好了吗？我现在在来机场的路上。什么？老婆，你要用飞机，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先等等，还没保养好。老公，这么快就买好了呀？什么？买不了了？今晚的生日宴也要取消？苏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微微，你去联系一下机场负责人，调一架飞机过来。我们先下去。贱人，破坏了飞机就想跑，门儿都没有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明明是你弄坏的飞机！胡说！你又来！清源，我看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威胁我的女人！等会儿啊，给你买包包。哎呀，你真坏呀！我看哪个不知死活的敢！你谁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对不起啊，苏苏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苏总，跑道已经清空了，您什么时候下令起飞？唐芊芊，江子昂的母亲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一定会后悔。苏清源，你除了编瞎话，你还会点别的吧你？好啊，那我们就等等看，等他被你害死，看看江子昂会不会放过你。芊芊，要不让那个老太太下去吧？万一她说的是真的呢？对啊，反正这个老太太在这儿也没什么用，万一苏清源说的是真的，
那江总一会儿来了，不得撕了咱们呀！好啊，苏清远，有本事你就现在打电话给子昂，他如果承认了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什么事？哎，打扰了，江总。我们医院想问问您母亲那边状况怎么样啊？你是医生吗？我妈什么情况？你问我？您母亲刚刚不是因为器官衰竭被紧急送去滨海了吗？您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我那个同事的妈快死在飞机上，还非得说是你的亲妈。你看要不要可怜可怜他们，送他们去滨海啊？我妈好着呢，一群不知死活的，把她赶下飞机，别耽误了你的生日宴啊！一定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，我妈不会有事的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这王八蛋连他亲妈的电话都不接。你们两个戏精演够了没有啊？我老公啊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电话都接的。芊芊，还是你聪明，差点就被这几个骗子给骗了。苏清远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爱装。圆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唐芊芊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随你。苏清远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我老公连你们的电话都不肯接，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啊？苏总，如果还有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也没有把握了。对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冲出去，走！你们敢？我老公马上就到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老公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跟他一样，都是只会欺软怕硬的废物。妈，你怎么样了吗？妈，你怎么样了吗？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差点就被那个庸医给骗了，就说我妈怎么可能出事？宝贝，你怎么样？哪个不长眼的敢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不长眼的。圆圆，机场的负责人为我们紧急调度了一架航班，随时可以起飞。微微，你帮我拖住他们，那上面有监控，我要抓到江子昂出轨的证据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放心，走。老公，就是那个贱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高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圆圆她……江总不是挺威风的吗？怎么说话遮遮掩掩的？老公，你们认识啊？当然认识了，老朋友了，对吧，江总？该死，这个贱人什么时候勾引到他的？老公，就是这个贱人，用他妈当幌子跟我抢飞机，现在飞机损坏了，你一定不能饶过他。那你想怎么处置我？废话，当然是磕头道歉，然后赔偿这架飞机所有的损失。哎，我觉得吧，都是误会，没必要把这个小事闹得这么大，大家和气生财嘛。老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江子昂，你果然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，亏我一直那么信任你，到头来你就是这么报答我。江总这态度不对吧？怎么还有点讨好的意思？这架飞机到底是谁的？飞机是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把人家给得罪了呀。老公，你不是说好来帮我复仇的吗？你怎么……高秘书，都是误会，你就当今天这些事都没发生过。我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你妈看病，你看如何？我妈？啊？你居然觉得那是我妈？高秘书，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才偷偷瞒着圆圆用这架飞机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大家都有秘密，只要
互相保守就行了。江总，你凭什么觉得用这点微不足道的好处就能收买我？这怎么能叫收买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我表妹，她今天正好过生日，所以……哦，原来现在都流行表妹管表哥叫老公啊！你瞎呀？什么表妹？我是子昂的未婚妻。哦，表妹又变未婚妻了，还是江总厉害。好，我承认我有问题，但我只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这样，我给你500万，你帮我守住今天这个秘密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00万。谁稀罕要你的臭钱？圆圆对你那么好，你在外面找这么个小三，就不怕圆圆知道了，把你拥有的一切都给要回去吗？小三？什么小三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听他的意思，芊芊真成小三了。那江总的老婆是谁？他知道江总和芊芊的事儿吗？你说话呀！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江总，你不是说你没结婚吗？你骗我！没有啊，这我只是……他当然骗你了，他早就结婚了，他老婆就是苏振东的女儿，苏氏集团的总裁。原来那些媒体散播的消息都是真的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芊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跟他结婚不过就是装装样子，我心里面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人。难道我对你的信任还不够多吗？芊芊，你给我个机会，等我拿到了苏家家产，我就立马跟他离婚，到时候你就是名副其实的江太太了。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全部都能实现，我有这个实力，你了解我的。真的？江总，你真是让我开眼界了，你简直连禽兽都不如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好一个装成样子，江子豪，你的算计可真不错。看来是我平日里把你养得太好了，以至于让你觉得我能随便被你拿捏。通知法务部和财务部，按我说的。芊芊，现在正是我争夺家产最关键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那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事成之后，我一定会光明正大娶你进门。好，子昂，我相信你。高秘书是吧？我劝你啊，别在这里装清高了。想要多少好处，你就直说吧。你打住！你这种人不配跟我说话。高秘书，你说咱们做人哪能跟钱过不去呢？是不是？你在我老婆那儿当助理能赚多少钱啊？这块表纯金的，只要你管好你自己的嘴巴，好，就是你的。江总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圆圆送你的第一个生日礼物吧？所以你再用他对你的真心来贿赂我，再让我去背叛他？嗨，这真心哪有这真金贵啊？是吗？你是真人渣！哼，那又怎样？你问这天下哪个男人甘愿一直被一个女人踩在脚下？我不比他差，我要是有像苏家那样雄厚的背景，我能做的比他好100倍。所以你是嫉妒自己老婆，怪不得你这么见钱眼开。随你怎么想，不过我劝你站到我这边来，我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毕竟你也不想最后落得一无所有啊。江子昂，你真疯了，你没救了。计划快成功了，他想做什么？去查一下，看看公司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另外，把江子昂旗下的所有账全部……你们这对狗男女是不会有好下场。贱人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哎，宝贝，先别激动。高秘书，我这个人呢是特别惜才的，我看你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实在不行，
你留到我这边，未来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啊！哦，跟着你啊，等着遭报应吗？见脚不吃吃罚酒是吧？那别怪我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看现在这外面天气有点不太好，送你妈去治病那架飞机，它可能要延迟起飞一下。你疯了，江总！那飞机上的病人是你妈，是你亲妈。我妈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照顾着，就算真出了什么事啊，也不劳您操心。别耍这些幼稚的小把戏了啊！真不可理喻。嗨，日总，哎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最近心血来潮，想给咱们机场啊投资一笔广告费，但就是个小事需要您帮忙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自作孽不可活。那就让最近要起飞的那架飞机等着吧。广告费，江子昂，你可真阔绰，像这样的事儿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？婆婆是无辜的。让飞机立刻起飞。哎呀，你可真孝顺啊，连你亲妈的死活都不顾。行啊，那我们来打个赌，就赌今天这架飞机它到底能不能飞。喂？什么？赞助广告费的申请被驳回，飞机已经起飞了。飞机已经起飞了？怎么会？集团里谁有这个本事能管得到我？难不成是他？子昂，怎么了？我赞助飞机场广告的事情被驳回了，好像是我老娘的授意。子昂，我猜啊，是高秘书提前做了安排，不然他怎么这么有恃无恐？说的也是，毕竟高秘书在集团里面的权力比我低不了多少，1000万是有点少，干脆呀，1个亿，而且是现金，我能拿出的最大诚意只有这么多了。你开玩笑呢？没有圆圆，你上哪去弄1个亿啊？我好歹也是集团的一个副总裁，我随便去卖几份文件，然后再做几份假表格，这么点钱，对我来说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子昂，你真棒。我棒不棒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？盗用公款，泄露机密，江子昂你可真行。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苏氏集团的副总裁江子昂。高秘书，我也没什么耐心了，做个决定吧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你这种人同流合污的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把嘴给我捂上，别再出声。哎，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老婆，我保养飞机呢。是吗？那还真是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帮老婆做事哪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？那你想要点什么奖励啊？嗨，提什么奖不奖励的？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刚提的那个资金的事。来，回头啊！想要多少，当面跟我说。哟，苏清源，你这个贱人还有脸回来？怎么凑到熟人的钱了？凑钱？行，开个价吧。别怪我讹你，1个亿，要是你那个干爹凑不出来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听到了吗，江总？你这心肝小宝贝替你开的价，1个亿，
圆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苏清源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还不忘勾引我老公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谁来，你都得凑这个钱，否则就等着进去吃牢饭吧。苏清源，你真是个骚货，见到男人就想勾引。估计啊，是他认的那些干爹年纪大了，满足不了他。我们江总又帅又多金，肯定对芊芊羡慕嫉妒恨。我再见，我也见不过你，跟一个已婚的男人勾搭在一起，真是脸都不要。苏清源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子昂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偏袒他？他就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。你还有脸说别人是狐狸精？江子昂，要不你来说说谁是狐狸精？你得意什么？给首富千金当狗腿子，很了不起吗？行，既然子昂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难看，那我就帮他，把这2个人给我抓起来。闭嘴，谁都不要动手。圆圆，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好啊，我听你解释，那你可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。其实这件事，是他高危偷用了你的飞机，然后正好呢被我表妹看见了。我知道这个事过来了，我就想好心劝导他一下，毕竟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对吧？但你是说，她是你表妹？你放！当然，她是我，远房表妹。刚从乡下过来，老婆，你每天工作那么忙，那么辛苦，我都没来得及介绍你们俩认识。那我刚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喊你老公呢？哎呀，没有的事，那肯定是你听错了。哦，是我的错。哎呀，我也没有那个意思，老婆。江总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偏袒他，明明我才是你最爱的女人。你先别乱说话了。圆圆，江子昂好像对公司图谋不轨。放心吧，他已经不是公司的副总。圆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江总，我可真是小看你了。贱人，你再阴阳怪气试试。这个地方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江子昂，他都欺负我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还坐视不管吗？那你倒是问问他，看他敢不敢管。江子昂，你告诉他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我老婆，首富千金，苏清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就是个被干爹包养的小三儿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小三？苏清源，苏氏集团，怪不得在公司的时候他就拿到很多大单子，原来背景这么硬。我们还以为他被哪个大老板给包养，造谣他到处认干爹。别问我们，明明就是他唐芊芊造的谣，他就是嫉妒人家。对，都是他唐芊芊做的，他还勾引江总当小三儿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闭嘴！苏清源，我早就调查过你，你不过是个被人包养的贱货。子昂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哎，唐芊芊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江子昂现在的一切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吧？没有我们圆圆，你们这对狗男女估计连饭都吃不上。江子昂，你拿着我的包送给别的女人当生日礼物，你说我这是应该夸你勤俭持家呢，还是应该报警抓你偷东西？还我，就算你是首富千金又怎么样？就算你很有钱又怎么样？你连自己的老公都守不住，就是个废物。唐芊芊，要不说这小三还得你来当啊？你那脸皮是真的厚啊！微微，没必要跟这种人废话。唐芊芊，你损坏我飞机里东西的所有罪证都在这。你是想坐牢还是赔钱？自己选吧。我那都是被你逼的，你也有责任，凭什么让我赔钱？是吗？那这些话你留着去跟我的律师说吧。你那几个破零件值几个钱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讹我，
否则我也会告。就刚刚那几瓶酒，每一瓶都价值不菲，还有你弄脏的这些内饰，光维养的价钱就够买辆顶级跑车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们会叫最专业的团队过来鉴定。1个亿，拿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没什么好谈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子昂，你不会坐视不管的，对不对？子昂，你说句话呀！明明弄坏这架飞机的时候，你也是知情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圆圆，咱们没必要把这个小事闹得这么难看吧？再说你这么有钱，你跟他计较这些干什么？江子昂，你是怎么有脸说出来这种话的？这些事儿回家再说，这儿这么多人呢，因为这点小事你闹脾气，被媒体拍到，影响不好。哎，江子昂，你别碰我，恶心！唐芊芊，机会我给你了，你自己把握不住。圆圆，你一定要把这件事闹得这么难看吗？哟，怎么了？心疼了？行啊，你替他还。好啊，我替他还就替他还，不就1个亿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账户怎么被冻结了？江子昂，你似乎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似乎忘了，你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能给你这些，照样我也能收回去。苏清源，你因为这件小事就要把我的账户冻结是吗？小事儿，对你而言，背叛我就只是件小事儿。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极端呢？这明明就是一个误会。再者说了，我们2个可是夫妻啊，我名声臭啊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所以你是在威胁圆圆，你听我说。行了，你不要再说。签了他，离开苏家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苏清源，你疯了吗？你因为这点小事要跟我离婚？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你背叛我，背叛苏家，只是跟你离婚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让步。不可能，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不重要，法律自然会同意。圆圆，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，这些话我们回家再说，行吗？你打我骂我，怎么解气怎么来都行，但我们不能拿离婚这事儿来胡闹啊！江子昂，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觉得是我在胡闹是吗？好，圆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行吗？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哪怕你就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我妈那么喜欢你啊，你忍心看着她老人家因为离婚这个事难受吗？江子昂，你还有脸跟我提你妈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在刚刚，是你差点害死她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死我妈？刚才难道不是你口口声声的说她的生日比你母亲的死活重要吗？难道不是你擅自做主张，给机场赞助广告费，不让飞机起飞的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电话那边那个老太婆是我妈？不可能！那如果是我妈，为什么没人通知我呢？江总，我拜托你打开自己的手机，好好看看，我们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。就因为这个女人，你知道我们把你妈弄上飞机有多难吗？你知道你妈在飞机上抢救了几次吗？我没有。江总，你真是一等一的大孝子，亲妈电话不接，对这女人，你倒是很上心啊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那边说的一定是你妈，我在电话里面听得一清二楚。还在嘴硬。说到底，你们都是一路货色，只知道听信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鬼话吧。够了！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别想挑拨我和圆圆之间的感情。圆圆，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别叫我妈，清源，和子昂离婚，他配不上你。子昂，清源。
苏清源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的话，也不信我的话，是吗？他一直是在骗你，为的就是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啊！行，江子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拿我妈扯瞎话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学院，我觉得行了，这些话你爱信不信，你现在想干什么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江子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们离婚，而且这件事情你妈妈也已经同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那么喜欢你，她怎么可能同意我们俩离婚？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还不够让她失望吗？你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妈了？圆圆，我错了。你这样，你去我妈那边帮我跟我妈解释解释，好不好？我们年纪大了，她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啊！江子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圆圆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但咱就不能离婚啊！这样实在不行，咱们现在就去滨海，我当着我妈的面给你道歉，行吗？江子，你能别碰我了吗？你让我感到恶心，行吗？苏清源啊，苏清源，终于把你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，是吧？什么？行了，别装了，这一天你不等很久了吗？我等很久了。江子，是心疯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把你嘴给我闭上！你要再瞎掺和，我现在就把你从这儿扔下去。还有你，苏清源，这天你早就想看到了吧？我想看到的，江子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到了一种境界。是，我是不要脸，但你又好到哪儿去？每天把自己包装的像一个白莲花一样，你不嫌累吗？原来在你心里，我是这样的人。你在我心里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重要。说白了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在各取所需罢了。但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，还拿我妈威胁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是你的事。好啊，反正都已经撕破脸了，离婚就离婚喽。财产你给我一半。哦，可是绕了一圈还是为了钱啊，人渣！夫妻财产本身就应该是一人一半，话说那么好听，到底还不是为了钱？那还说什么呀？我们法庭上见。苏清源，夫妻一场，你真要把事做这么绝吗？这都是你自找。哼，好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江子，我想干什么？江子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一会儿还有更疯的。宝贝儿，帮我看住他们两个。这才是我老公吗？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喂，给那几个什么张总、高总、陆总，就那几个想分一杯羹的老东西打电话，说可以开始行动了。江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喂，什么？他联合了10几位股东，想要弹劾你，还把集团的核心机密泄露给了对家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抓住，特别是你，一天到晚跟我这儿装什么姐妹情深。等你妈没钱治病的那天，我希望你能跪下来去求我。我妈，到时候谁跪下求谁还不一定呢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江子，你如果只有这些手段的话，我劝你还是别丢人现眼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苏氏集团就不可能被你掌控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只要想办法拿到你的股权就好。江子，你是在做梦吗？我就算是在做梦，那这梦你也得帮我给它实现了。苏总，把安保喊过来，这些人故意损坏我的飞机，把他们控制起来。明白。监察应该马上就到了，我必须先想办法，争取些时间。你们两个保护好苏总。走，我带人拖住他们，你去让这个贱人签字。苏清源，你还是太不了解我，你太不了解我的做事风格。
装模作样。处理一下。江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抱歉，苏总，接到上级的指令，我们要被紧急调离了。抱歉，苏总。别看了，记者估计也被调离。江子，我倒还真是小看你了。他有手段，我们就没有吗？江子啊，你这么做会遭报应。你再骂我一句，我就把你妈从滨江接过来，让你们母女团聚。江子，我再说一遍，那个人是你妈，是我亲自把她接到机场来的。把嘴给我闭上！你要是再敢拿我妈说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江子，我真就不明白了，他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人？你再说一遍！怎么会生出来你这样的人？你再说一遍！江子，你了解我的个性，我不想做的事，从来没有人能逼我做。江子啊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还有你，他今天能背叛圆圆，未来就一定会抛弃你。宝贝，等我把苏氏的全部家产夺到手之后，成为首富，到时候你就是万众瞩目的首富夫人。那你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子儿，我相信你。这想挑拨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做梦！苏清源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是没办法对你做什么。他可以。滨江机场安排2个人给我候着。江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苏清源，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重情义，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不想让他们母女2人受牵连吧。江子啊，拿自己亲妈威胁别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真是个大孝子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江子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那我还真要试试。江子，你放开他！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，把他签了，要不然他们母女俩都是被你给害死的。江子，你就不怕事情败露之后落到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？接着说，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，但他们母女俩不一定。我签，我签！哎呦，这么快就签了？看来你真就是个只会说的废物。圆圆，你别听他的，你不能签。你先放开他，我再签字。先签字再放人。苏清源，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圆圆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信他的鬼话。贱人，哪儿都有你。你要是再不签，我可就不会心软了。我签，我签。这么热闹，怎么没人通知我？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要是耽误了我老公的好事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收拾我？你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？还有你们这些人，居然敢欺负我苏振东的女儿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傻闺女，你出了这么大事儿，我当然要来给你撑腰了。爸，你说你要过来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准备准备不是？你叫谁爸呢？你再瞎叫，我让人拔了你的舌头！苏总，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和圆圆之间就是一点小矛盾，我们之间可以解决的。小矛盾？江子，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此人心机太重，养不熟呢。不过还不算晚，今天我就替你清理门户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别过来！我告诉你们，别乱动啊！我现在才是苏氏集团的当家人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这就对嘛，宝贝，我们成了真正的亿万富翁了，我们谁都不用怕了。老公，你真棒！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江总真厉害，我看呀，这首富的位置要不了多久就要换人了。哎，
也是咱倩倩眼光好，遇到了江总这么优秀的男人。江总，希望以后我们还能跟着您讨口饭吃。哎呀，这都好说，只要你们好好跟着我，保证你们吃香喝辣。首富还是个屁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嘿，哎，事情这么快就办？你说什么？我妈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。圆圆，你婆婆在飞机上抢救无效去世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。江总啊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你妈都是你害死的！放屁！阿姨明明就是被你们给害死的。子昂，你一定要振作一点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阿姨的在闭嘴，别叫我妈！思璇，是不是你又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？江总，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在这里自欺欺人还有意义吗？我管他有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就问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手脚？我妈她到底现在在哪儿？你自己看看。子昂，难道真是因为我害死了我妈？子昂，滚！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告诉你们，子昂还有苏氏集团，等他振作起来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是吗？你未免高兴得太早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？动手吧。圆圆，你被稀释的股份都回来了，而且那些趁火打劫的企业也都收手了，怎么可能？爸，原来你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。傻孩子，我怎么能看着你这样受欺负呢？哼，他以为他拉拢了几个没有实权的老东西就能弄出事儿。既然你不安分，下半辈子就去牢里反省吧。老东西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签了，子昂现在是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就算没有人支持他，又能怎么样？唐倩倩，我拜托你有点常识吧，就你手里这几张没有公证过的合同，跟废纸有什么区别？况且你们今天做过的一切，监控可都拍下来了，你觉得法律会站在你这边吗？说到底，苏氏集团只是我给我女儿练手的一家小企业罢了。真正的苏氏，产业遍布全球，这点股份算不得什么。一切都完了，子昂，你说句话呀！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爸给我个机会。都是因为他才发生今天的这一系列状况。我爸也是因为他死的呀，爸，圆圆也是被他给欺骗了。他才是真正想对苏家图谋不轨的人啊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苏家好，我对圆圆也是真心的。圆圆，对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苏清源挽救苏氏集团，因为苏家不能这样恩将仇报。没错，我们也是好心啊。苏总，我们可是同事一场啊，你可不能落井下石。我不得不佩服你们这群人啊，一次次的突破下限。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啊！圆圆，爸，证据都在这里了，可以直接交给警方。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到现在了还在嘴硬，我真应该把你们直接扔到海里去喂鱼。老婆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都是被他给蛊惑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苏家呀。圆圆，我心里也是有你的，圆圆。江子昂，你居然为了自己出卖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闭嘴！我还没找你这个贱人算账呢。要不是你做作搞，我妈怎么会被害死？圆圆怎么会误解我呢？江子昂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妈都是被你害死的，你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你自己做的下场。你闭嘴！这个贱货！圆圆，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根本就不爱他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就最后一次，行不行？啊！
江子，你的报应来了。哪来的警笛声？谁报警了？苏总，这一切都是唐倩倩和江子昂指使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苏总，我们就是来参加宴会的路人，没有要针对您的意思啊。苏总，我们可是同事一场，给条活路。一群见风使舵的小人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你居然报警抓我！江子昂，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你早就该料到你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。不会的，如果我名声受损了，那苏氏集团也会受影响的。你们是生意人，你们不会这样干的。江子昂，那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你对于我们苏家来说，只不过是一条臭虫。你觉得以你的分量，能影响到我们苏家吗？圆圆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了。我可是追了你整整6年，你不还说要给我生孩子的了吗？江子昂，这种话没必要说。现在的这一切，都是你自己亲手毁了。真的一丝机会都不再给我吗？很遗憾，不能。所有人，双手抱头，跟我走。本庭现在开始宣判，全体起立。被告人江子昂涉嫌挪用公款、贩卖并泄露企业核心机密，损害他人安全，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被告人唐芊芊恶意拦截病患，导致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身亡，构成故意杀人罪，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贱人，你们都该死，都给我去死吧！圆圆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妈，是我害死的你，我真是个畜生。本台最新消息，苏氏集团总裁首富千金宣布退出商业舞台，计划环游世界。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幸福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他。苏小姐，您还有1次探监的机会，确定不需要了吗？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，后半辈子就让他好好在牢里面忏悔吧。美女，准备好迎接你的新生活了吗？